而我怀里的万灵佩正在等着去揭开更多关于上古修子的残魂，去重地消灭真正的青云宗。刚冲出苍灵洞，就看见外门弟子扶着村民往山坡上跑，哭喊声：“快救他！万灵佩在胸口跳得厉害，比向娘以前在我出门砍柴时塞给我包的温度，这种感觉很熟悉。燕儿，进山别往西走，那边有狼。现在的感觉就是西边的灵眼泉出事儿了，这份预警很强烈。林燕，你可回来了！绿火从灵眼泉那边冒出来，跟着人跑。张婆婆的脚被烧到了，还好我用柴火棍打退了她。她的手在抖，却紧紧攥着布包，里面的窝窝头还没掉出来。这份细节透露出她内心的善良与责任。我想起昨天他抢我月历时，手是硬邦邦的，带着黑灵气的寒意。现在他的手是暖的，只有普通人的温度。他变了。张婆婆怎么样？没事儿，就是烫了一下，不碍事儿。小燕，灵眼泉里冒泡了，水变成黑的了。以前我们都喝那水，现在连狗都不碰。灵眼儿是山岳雀云山的灵犬之一。灵眼泉涌，青云山星。你爹当年查过，灵眼泉底下有个岩洞，月灵珠就藏在岩洞里，有一只千年灵龟守护。现在绿火冒出来，要么是灵龟被残魂碎片控制了，要么是残魂碎片已经找到了月灵珠，正在污染它。我师父以前跟我说，灵眼泉的灵龟是上古修士留下的守护兽，性情温和，从不伤人。要是被残魂控制，它就会变成妖兽，见人就咬，那将是极大的灾难。我的灵气里已经没有黑灵变了，以前是居高临下的内门弟子，面前是和外门弟子并肩作战的同伴。老人家，慢点走，小心脚下。好孩子，谢谢你，累了吧？不累，我累，我能行。虎哥，你留下来照顾村民。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安排事，以前都是别人命令我，现在我要命令别人，心里有点慌。可看到赵虎和李沟都点头，陈阿公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我突然就不慌了，他们都相信我。放心，我就是拼了命。我们往灵眼泉跑，离得越近，绿火的味道越浓，不是烧木头的焦味，是和青云子残魂一样的阴冷。吸一口就觉得喉咙发紧。远远的就看见灵眼泉的泉水在冒泡，黑水里飘着绿火，像一锅烧开的毒汤。周围的草全枯了，连石头都变成了灰黑色，景象触目惊心。阿公，你看，星灵珠在发芒。这是共鸣，三灵珠之间本来就有联系。星灵珠感应到月灵珠了，说明月灵珠还在岩洞里，没被残魂碎片拿走，只是被污染了。突然，泉底传来咚的一声，水花溅起来，一只巨大的乌龟从水里爬出来，壳上冒着绿火，眼睛是绿色的，像两个灯笼。它的灵气是纯黑的，比王长老的黑灵气还浓，连周围的空气都扭曲了，是被残魂碎片控制的灵龟。滚！这里是主人地盘。主人，他说的是青云子，残魂碎片已经控制了他的意识，这只灵龟已经不是原来的他了。我挥起破灵剑，淡青色的灵气裹住剑身，砍向绿火。滋啊！绿火被砍碎，溅在地上，石头冒起黑烟。灵龟，我是青云宗李清风，你忘了我师父以前给你喂食吗？灵龟的力气太大了，李清风的炼气3层根本打不过他，这样下去只会徒增伤亡。我想起爹的日记里写过，灵龟认灵气不认人，只要用纯净的灵气唤醒它，它就能恢复理智。我必须尝试一下。
万灵归一，静魂醒神。光柱射在我的眼睛上，我发出痛苦的吼叫，绿火从我的壳上退下来，黑灵气像潮水一样从我身体里往外涌。壳慢慢恢复成墨绿色，眼睛里的绿火也变成了清澈的崩色。他趴在地上，脑袋低下来，他恢复了。灵龟转过身，用爪子扒开全体的石头，露出一个黑漆漆的岩洞，那里应该就是月灵珠所在的地方了。我们跟着他走进去，岩洞很窄，只能弯腰走，越往里面走，越能感觉到温暖的灵气，和外面的阴冷完全不一样。这地方很奇特。走到岩洞尽头，就看见一块石台上放着一颗白色的珠子，周围缠着黑灵气，像蛇一样绕着珠子，珠子的白光越来越弱。那就是月灵珠，和星灵珠一样，本来是白色的，被黑灵气污染了。看来青云子的残魂碎片已经提前渗透进来了。小叶，你看，这是你爹娘的笔字。我凑过去看，石刻上刻着一行字，说明锁灵阵已破，残魂未灭。日灵珠在景灵木的棺后，需将去发那残魂主碎片，拿到三灵具残火后。后面还刻着一张地图，画着青云子陵墓的位置，在青云山最西边的藏仙谷里，那里是宗门禁地，连内门弟子都不能进。我突然想起王长老藏灵洞的石台上放着一张地图，和这张很像，只是被黑灵气染黑了，可能是他偷来的，用来找陵墓里的星灵珠。万灵佩和星灵珠同时发烫，银青色的光把黑灵气逼了回去。我趁机拿起月灵珠，它在我手里发烫。黑灵气慢慢被净化，变成纯粹的白光，和星灵珠一起在我手里发出嗡鸣，和万灵佩的共鸣越来越强。三灵珠的力量正在汇聚。我的任务完成了，上古修士的嘱托终于做到了。林燕，好好保护三灵珠，青云子的主碎片就在陵墓里，它比其他碎片强10倍，你要小心。这只灵龟守护月灵珠1000年，终于能安息了。藏仙谷我去过一次，我师父当年带我去采药，谷口有结界，需要宗门令牌才能打开。你现在有宗主令牌，应该能进去。我摸了摸怀里的宗主令牌，金色的牌子上刻着青云山的图案，令牌突然发烫，和三灵珠的共鸣更强烈了。我能感觉到藏仙谷的方向有什么东西在召唤我，那不是灵气，是一种说不出的恐惧，像有只手在拉着我往深渊里走。我们回去吧，先把月灵珠收好，再集合弟子，准备去藏仙谷。王长老知道陵墓的路，或许能问出点什么。我们出了岩洞，周围的草也慢慢变绿，像春天来了一样，一片生机盎然。来，趁热吃几个窝窝头。大家放心，灵眼泉没事了，我们一定会彻底消灭怪物，让大家安安稳稳过日子。以前我只是个没人管的外门弟子，现在我成了大家的希望，这份信任弥足珍贵。陈阿公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眼神里带着欣慰。李清风也笑了，眼里没有了以前的傲慢，只有坚定。大家都在支持我。王长老不见了，我刚才去看他，发现他把看守的弟子打晕了，还偷走了丹房的腐欢。腐魂丹是用黑灵气炼制的丹药，吃了能暂时恢复灵气，却会被残魂彻底控制。他果然是去藏仙谷了。王长老肯定是去藏仙谷了，还要找青坤子的残魂主碎片，想再一次被 control， 获得力量。他已经彻底疯了。阿公、清风、狗腿，带几个弟子跟我去藏仙谷。赵虎，你留下来继续保护村民，看好外门。我们刚走到外门门口，就看见西边的藏仙谷方向飘起了绿火，比灵眼泉的火更亮、更浓，像一块绿云遮住了天空。万灵佩在胸口跳得像要蹦出来，
星灵珠和月灵珠的光也越来越亮，青云子的残魂主碎片要醒了，一场恶战在所难免。小燕，这次可能比破锁灵阵还危险。青有个最修为最少有金丹期，是炼气3级层。我知道，但我们不能退。如果我们不去，青云子醒了，全宗弟子和山下村民都会死。我爹娘用命破了锁灵阵，我们不能让他们白费力气。我跟你去，我要为我爹报仇。我也去，我要为被抓走的弟子报仇。其他弟子也纷纷举起武器。还必须！我看着他们，心里突然充满力量。现在我有这么多人陪着我，我什么都不怕了。走，去藏仙谷，彻底消灭青云子的残魂。夕阳已经落山了，藏仙谷的绿火越来越近。我们的脚步声山路上响起，像殿谷上的鼓点，坚定而有力。我们陪着你。祖师爷，我来了，我给您带来了祭品。石棺里传来低沉的吼叫，绿火从棺缝里冒出来，整个山谷都在颤抖。藏仙谷的风比锁灵渊的还冷，刮在脸上像刀割。谷口的结界需要宗主令牌才能打开，你用令牌试试。好，我摸出金色的宗主令牌，举到结界前。林燕，我不怕，我要给我妹妹报仇。别碰那些石像，你爹当年说这些是青云子的死忠弟子，被他练成了守灵鬼，碰一下就会被缠上，灵气被吸干。我盯着石像看，每走一步。林烨，你可算来了，我等你好久了。青云子祖师爷已经醒了，他说要封我为护法长老，以后整个青云山都是我的。声音不是从一个方向传来的，是四面八方。绿雾里突然伸出无数只手，是石像的手，他们的指甲又长又尖，带着黑灵气。这些石像杀不死，怎么办？他们怕纯净灵气，大家把灵气集中到一起，跟着光柱走。外门弟子们立刻围成圈，把各自的灵气和我的银青光柱融在一起。小叶，你看，这是你爹当年闯谷时刻的。守灵鬼怕纯灵气，谷内有3道机关。我明白了，公公。话音刚落，前面就出现一座石桥，桥下面是黑漆漆的深渊，风从深渊里吹上来，带着腐烂的味道。黑灵气符文能吸灵气，我先过去把符文破了，你们再走。走到桥中间时，桥突然晃动起来，石板往下掉，我差点摔下去。幸好李清风扔过来一根绳索。林，小心，桥下面有东西。我低头一看，深渊里飘着无数灵体，是以前闯谷的弟子，他们灵气被吸走，变成了半透明的影子，正抓着石板想把我拉下去。这桥上的符文已破，这桥是闯谷弟子的灵气，用来喂养他的残魂。你爹当年闯谷时肯定也遇到过这个，不然他不会刻在这里。过了断灵桥，前面是一个深潭，潭水漆黑，里面飘着绿火，就是我们在谷口看到的绿火。潭边站着一个人影，是王长老。林燕，你看，这是祖师爷给我的残魂膏，抹在身上就能提升修为。我现在是筑基期了，你这个炼气3层的小崽子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筑基期没了又怎么样？能成仙就行，受死吧！黑灵气快缠到我身上时，我故意放开灵气屏障。林燕，你的灵气涨了，大家一起上！他的黑灵气被我净化一部分，现在是强弩之末。弟子们冲上去，李清风的灵气砍向王长老的手臂，李狗腿的柴刀劈向他的腿。我趁机跳到他身后。我错了。这是灵木主碎片在石棺里，地图上画着迷宫一样的路线，最后标注着聚灵台，和爹日记里写的一样。我刚接过地图，抓向我们。他要彻底醒了。快，去陵墓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我们跟着地图往陵墓跑，石像们在后面追。李清风殿后，挥剑砍断一只又一只石像手，他的灵气快耗光了。林燕，你去，我们帮你挡着。
你一定要消灭青云子！然后和陈阿公往陵墓入口跑，身后传来打斗声和石像的嘶吼声，还有弟子们喊杀声，每一声都像敲在我心上。陵墓入口是一个巨大的石门，上面刻着青云子的画像，他的眼睛是绿色的，盯着我看，像要活过来一样。小心，迷魂阵能让人产生幻觉，你爹当年就是差点被困在里面。你闭上眼睛，用空灵体感受灵气，只有通往石棺的幻觉。我感受到了，师父。我闭上眼睛，果然感觉到一股纯净的灵气从石棺方向传来。是迷魂阵的幻觉。我咬着舌尖，疼得我清醒过来，继续往前走。石棺盖梆的开，里面飘出一个巨大的灵体，是青云子残魂碎片。小叶，快用三灵珠，他的弱点是灵体核心，就在他的胸口。我趁机冲过去，挥起破灵剑，刺向他的胸口。两次凄厉的尖叫，灵体开始膨胀，像要爆炸一样。他的灵体突然炸开，他的胸口有力气，万灵归一，天地同力。树纹瞬间亮起银青光，整个悟道亮起来。我举起万灵佩，银青光柱射向青云子的灵体，他发出最后一声尖叫，便开始净化。陵墓里的黑灵气全散了，迷魂阵的符文也熄灭了，石棺上的树纹也恢复了正常。林燕，石像全被我们打败了，你真的消灭了青云子。看着他们喜悦的面容，我心中涌起一股暖流，却也带着一丝疲惫。我缓缓走向那座石棺，心中揣着一丝不安与期待，希望这真的是一切的终结。石棺内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张泛黄的纸，那是爹的笔字。燕儿，如果你看到他的这张纸，说明你已经相曾早熬。爹娘没有死，我们的残魂让善子们不会受欺凌，以后青云宗就交给你了。我把纸贴在胸口，万灵佩发烫，像爹娘在拥抱我。夜色深沉，我抬头看，外面的月光是银白色的，像温柔的水，洒在青云山上，洒在村民的屋顶上，洒在弟子们的脸上。没有黑灵气，没有绿火，只有纯净的灵气，像爹娘的气息笼罩着整个青云山。我知道以后不会再有锁灵阵，不会再有残魂，不会再有弟子被当成养料。青云宗会有新的开始，而我是你们的希望。林宗主，窝窝头蒸好了，等下叫阿公他们过来吃。青云子残魂消散已经7天了，青云山的灵气终于恢复了清透。叫我林燕就行，什么宗主不宗主的。是，林燕大哥。那哪行，你救了全宗，又救了山下的乡亲，大家都服你。对了，张婆婆昨天把她种的白菜送来了。7天后清晨，现在他真的做到了。林燕，你看，我把新规则改好了。是的，团结一致，方能更强。李兄，你看这招如何？再看我这，放松心神，我助你引气入体，感觉到了吗？多谢师兄。以前他从不会正眼看外门弟子，现在却主动和李狗腿讨论。很好，再加一条，丹房以后只炼纯净灵气的丹药，禁止用任何邪术逐出宗门。看到这些修改，我心头感到一阵欣慰。李清风，7天后我们必修改外门的规则。好，我这就去改。啊，对了，刚才去丹房拿教材，发现丹炉里有一丝微弱的黑灵气，我用剑净化了。黑灵气残渣，我心里咯噔一下。小燕，你过来，我找到你爹娘留下的东西了。陈阿公的出现打断了我的思绪，也带来了新的线索。我跟着陈阿公进了祠堂。万灵谷，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？万灵谷，一个我从未听过的名字，却在此刻变得如此重要。就把万灵谷封了，还下令不许任何人提。你爹娘当年偷偷去过外神话后，隐藏着如此沉重的历史。万灵谷，上古修士。李燕，快来！阿福修炼时灵气紊乱了。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心头一紧，预感事情不妙。阿福，救！阿福是刘阿福的弟弟，上周刚上山，才炼气1层。这7天来他勤奋修炼，如今却这般，怎么样？
好点了吗？万灵佩的力量在这一刻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。刚才修炼时，突然有个黑色的影子钻进我身体里，像冰一样冷，我出不了影子了。这绝非王长老的残渣那么简单。不好，不是残渣，是活的黑灵气，在地下。活的黑灵气。7天了，燕儿，就是这里。阿公，这树有古怪，用万灵佩试试。我心中警带的异样，定然与那活的黑灵气有关。那粒粉末竟然在这里重新出现，而且已经成长至此，我的心沉到了谷底。啊！这股力量竟能抗衡万灵佩，这究竟是什么？燕儿，怎么了？这不是普通的黑灵气，是青云。他当年因子的残魂执念，即使一丝主魂被泯灭，齐寻子就要记熟这样的后手。执念，也就是说，青云子根本没被彻底消灭，他的执念还活着，在吸收灵气，等着再次复仇。像这手里的伤口，刚才在丹房发现的黑灵气，就是从地下钻出来的。我去丹房看看。李清风的话证实了我的猜测，这股执念正在迅速蔓延，